前两天有个哥们家杀猪啊，给送了一个大后丘。我本来想腌火腿，但我们家人嘴急呀，等不了那么多年。我来吧，既然就吃大串了，都给他卸他。忘昨天100块钱收个吊炉，这炉子不出意外应该比我岁数大。我给你们看看他们串这串多实的啊，半斤一串的秘制梅肉，1斤一串的五花，还有1斤一串的麻排，然后还穿了好多别的串。这个全翅和鸡脖子好多年没吃过吊炉烤的了，土豆和鹅蛋都是包上锡纸就扔最底下了。这一小盆里其实是最狠的，这个是虾仁猪心。这一锅串呀，中间打开炉子翻面的时候，那香味我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当时都想舔舔地下这油了。我们吧不会烤馕，我就买了几张发面饼。这饼夹串可太带劲了，还吃出点小时候放学在小摊买串那种感觉。我爸说他小时候就站水堆上这么吃，然后屋里这些等教的吧，就说这温度不行，烤的太慢了。粉慢确实是慢点，但也有点人为因素。那你说我们仨在这看着炉子，那串熟的快的，我们还能眼睁睁看它烤糊了吗？那先吃点不也是属于没办法的事吗？供不上溜，他们自己就想招了，有拿烤箱烤的，还有拿空气炸锅干，逼出不少油呢。反正要过年了，油炸食品还是收敛点吧。那过年还得见人呢嘛，不是？最后一锅就拿屋吃了，还配点喝的，一锅肉汤炖的酸菜血肠，还有一锅鲜虾疙瘩汤。吃饱喝足就得干活了，还有10来斤干肠没灌呢。这个工艺现在已经非常简单了，就买现成的料按配比来就行了。基本上手勤快点的就都自己在家灌了，而且在家整的肉吃的也放心呢。我们这一盆正好是20斤，晾个6、7天就能吃了，到时候看看能剩多少斤。这么一折腾吧，我们也有点饿了。临了10点多又烤了一炉，我当时就寻思呀，这哪个邻居家窗户要是漏点风，妈这回得遭点罪呀。我有个大学同学过年回来了，完在哈尔滨站一脚来家吃点饭。是的，朋友们，我居然真的上过大学。完我们就聊起来了，说上学的时候都吃啥来着？我们学校当时有食堂，但真没咋去过。它倒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，主要那个食堂它在2楼。我跟你说，就那几段楼梯，它对大学生来说比登天还难。所以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黄金王的焖锅，再不就是街口的麻辣香锅，夹肉不炸盐版。然后月中就会收敛一点，一般4个人点1份鸡公煲，要不就是1份鱼香肉丝盖3份大米饭。这3个人里肯定有1个人吃的是汤泡饭。然后我们老二他妈这会儿一般会给他邮几袋固始鹅块，说让他尝一尝家乡的味道。我估计他妈可能现在都不知道，他这一个家乡的味道养活了8个儿子。然后月末就不用说了，上过大学都明白了，这会儿是大学生的清理肠胃时间。我们一般就是老3样：锅塔尖椒、香辣土豆片和火爆大头菜。咱说那真是一肉不肉啊。不过这几个菜确实挺好吃，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整明白，就是我觉得这几个菜好吃，到底是因为价格还是因为口味？来吧，这样的麻锅、鸡公、火大、好面、锅煎、鱼丝。乡土、固鹅、脆枣、牛焖，这些菜其实就贯穿了我们大学时候1个月的伙计。然后没有汤啊，就正好用这个汤好喝的高汤面，有汤有面有营养。咱说上学的时候要有这玩意儿，就月初装大爷的时候，哪怕穿插1、2顿呢，那月末也不至于过得比陶白白还准呢嘛。到23号就吃素。哎呦，我想想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今天又在家烤串了，咱不知道这玩意儿谁研究的，但给我们家人整够呛。要是半个月没吃，哎呀，浑身不得劲儿啊！你说年关将至，万事忙，全国人民都在那琢磨年夜饭和囤年货呢，唯独我们家人啊，睁眼就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给那半只羊吃了呢？烤羊串吧，不用腌，就是糖盐、孜然、芝麻、辣椒面干就行。完早上拿点肘子换的红柳签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我觉得这玩意儿和铁签烤出来不是一个味儿。然后拿羊腿熬了一锅鱼羊鲜，今天不冷，我们就端外面喝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大雪地里来一碗冒热气的羊汤，再撒点葱花、胡椒面，这种快乐绝对是东北独有的，而且是冬季限定。我们平时在家吃就是带骨羊排和羊肉串，今天我姐来了，特意给她买了一卷腰子，这大腰子烤焦点，烤的梗梗啾啾的，再撒点白糖。咱不吹不黑啊，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拒绝这串大腰。指甲应该是做早了，我看她今天扒蒜他们有点费劲呢。下午收拾东西，晚上不愿意动了，就吃点整事儿的。这锅是羊腿火锅，等会儿下面条。完这边烤点鹅肝和牛肉，现在属于是火锅局和烤肉局凑一起了。本来说愿意吃啥就坐哪边，后来我看选都挺揪心，我说拉倒吧，一锅一锅来吧。先吃的是烤盘，正好我妈中午没在家，给留了几个腰子一起热了。完这边羊腿蘸点韭菜花，吃完就下面条了。最后这点火锅面吃的太舒服了。等我爸睡醒来吃面条的时候，说你们挺厉害，这锅还能烙油饼。我一看哪有油饼，那是烤完鹅肝擦油的纸啊！你刚才上去整一块啊，饿死
我有几个哥们儿每年大年初二都上我家来打麻将，但今年嘛就想干点热闹有年味儿的事儿。我们今天买了100斤猪肉，在家灌干肠。卖肉的大姐这顿问呢，你们不是我前男友派来的吧？切肉的所有家事都在这了，一共6个人，4道岗，组了一个临时的车间流水线。我们刚开始切的时候还有说有笑呢，半小时之后就都不吱声了，而且还不敢抬头，因为这会儿胳膊已经酸了，一抬头就能看着那一大盆肉没怎么动，就看那一眼呢，体格差的都他妈容易过去。中午车间吃的茄子卤面条，还有几根之前灌的干肠。吃完饭又有点精神，我们最后冲刺了一下，肉一共切了3个多小时，然后就开始抓料了。这个是最爽的，也没什么比例，我们就是使劲往里倒。反正我哥这种老手子，到最后咸淡都能闻出来。等灌干肠的时候，他们几个互相看不上，就拆分成2个车间了。1车间是手动车间，我比较看好他们，因为这几人本分。2车间是半自动车间，这俩人就是典型的光说话不干活。反正这注定是一场拉锯战，前期发育也不太，就看个战况啊。1车间有条不紊，越来越默契，而且还发明了弹匣战术。他们组的胜负全在这位工友的肚子上，他那要是个铁肚子，出门甚至都可以领一个铁饭碗。最后1车间赢的也没什么悬念，然后他们仨就开始站那看。他说我们不要奖品，我们只要讽刺。最后我们量了一下，100斤肉加上那些料，一共灌出来120斤干肠，然后找地方给挂上的。晾干之后能剩多少斤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晚上车间吃了一顿散伙饭，有干肠蒸饭、咖喱卖肉大姐送的猪脆骨、红烧卖肉大姐送的五花肉。那大姐竟然挺高兴，早上7点半她到市场，9点半我们就给她买下班了。然后就看她揣着溜骨的小包，摇人回家打麻将去了。今天是我奶86周岁生日，完为了热闹嘛，我就直接在我奶家做的饭。就这厨房，米其林来也迷糊，永远合不上口的剪子，分不清刀尖刀背的菜刀，炒啥都粘的不锈钢壁粘锅，比我矮110公分的灶台。这灶台呀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他妈切肉的时候差点没给腰闪了。看看我奶家冰箱啊，囤的最多的是肘子罐头，我开了一盒给炖的酥汤。我奶说那罐头就借味儿，肘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赶紧炖上吧。完给我妈买鱼买冲了，整2条小红人，我说都做上吧，以后我奶就是双鱼座了。我妈还给买馒头，我爷没看明白，昨天吃一个，生生从生日快乐吃成了生日快福。然后今天做的都比较合我奶口，像油焖大虾、广式牛腩，这我奶都恨不得1礼拜吃好几回。但有的菜也不是我独立完成的，我最后炒这个羊肉片啊，喊了2个放风的，因为我奶要是看着了，不但让我放1粒鸡精的。最后煮点海螺，这一桌就这么地了，给我奶家所有能用的碗筷盆全都掏出来了，再多俩人就得拿水杯吃饭了。完提不留神把那福馒头给吃了，我扒拉我弟，我说你赶紧把这个生日快帮我吃成生快，要不咱哥俩今天是快了。然后今天没给我奶买蛋糕，买了一个冰点，这玩意儿我印象里只有哈尔滨有，这3层是不同口味的冰，就一咬在嘴里爆冰碴那种感觉特别爽，然后外面裹一层巧克力。早些年只做一小块点心那么大，我奶那时候老背着我拎个保温饭盒去买去，这一晃20多年了，我奶现在下楼都得搀着了。我们正回忆的时候，我爷蘸了一块奶油抹我奶脸上了，哎呀妈呀，大年初一呀，让一88老头给撒狗粮了。今天给我奶在家烙饼，本来就昨天吃，但这2天串门串太勤了，太影响吃剩饭的效率了。今天早上刚把初一的吃完，吃春饼吧，我奶就那么几个菜，京酱肉丝、炒土豆丝和嫩炒蛋。但是我奶说了，过年期间必须顿顿有肘子，我又卤个大肘子。但卷饼吧，我就切的片，这等会蘸甜面酱一卷，又绝了。完我们同学在家陪老丈人喝酒呢，听说我炖肘子了，他老丈人说别喝了，就求点肘子汤回来看看啊。这小子说刚喝了1杯，一口饭没吃，穿着睡衣让他老丈人给撵出来了。给我奶做了一锅鲜虾萝卜汤，给我姑炸点淀粉肠和大果子，那给我姑乐的，我感觉除了抱孙子就没有这么高兴的事儿。反正就这么几个菜，怕饼凉了硬了就赶紧打包走。大果、嫩蛋、吐司、肘花、茄丝、京肉，正好立春吃春饼凑热闹，再一个也穿乎穿乎，这2天吃太顶了。但是我奶呀，一边说我弟刮胡精神，一边闷头往自己盘里夹肉。我发现我们虽然吃的东西差不多，但我们家人今天吃出来3个类别，我们就是涮点甜面酱的正常春饼，等我奶呢吃的就是熏肉大饼，我姑吃的就属于是一个杂交产品啊，春饼果子。